各位朋友，大家都知道啊，日本呢很疯狂，在二戰的时候，曾經呢拿自己的人命去跟你比如說神风敢死队呀，還有那種把那個魚雷改成了有人的微型的那種潛艇，帶着那個炸藥，然後上邊坐着什麼神風隊員，不過呢，像這些都沒有取得大的戰果啊。你比如說，曾經派出了700多人的神風敢死隊啊，這個击沉的盟國的艦艇也就不到20艘，而且都是不重要的小商船，根本就沒毛用。但是呢，有一個麻煩事兒，就是說，如果你要是佔領它的本土的話，你比如說太平洋諸島嶼的戰爭，那個日本人躲在那個山林裡邊跟美軍作戰，美軍付出的傷亡很大，所以最後投了原子彈。那現在如果是中國对日作戰的話，会不會陷入这個被瘋狂的日本人神風攻擊的恐怖主義的行徑呢？我個人認為啊，那一代的受軍國主義洗腦的天皇派的邪教現在已經沒有了。現在的這些日本年輕人才不會那麼傻呢，把自個兒綁到一個木質的飛機裡邊去做神風敢死隊，再說也沒有用啊，面對那種中國強大的防空火力，沒有用就是即便是登陸了他的這個本島以後，日本人的戰鬥精神，為天皇赴死的那個所謂的軍國主義的邪教的那種精神早已經不在了所以說日本人的現在的戰鬥意志比中國解放軍那要差很多，這是我個人的判斷，我不知道你們同意不同意啊。話說回來日本呢還是非常的猖狂的日本有這個人叫囂要把中國的新的航空母艦福建艦給擊沉。日本的產經新聞也是屬於他們的5大主流媒體之一了，突然刊登了一篇囂張的報道，其內容引用了防衛省某官員的話說，一旦福建艦準備配合解放軍在台灣地區展開軍事行動，那麼自衛隊應該配合美軍將其優先擊沉。當然了，產經新聞是個小報但是結合日本社會的整體走向你要是注意了日本呢真的有可能是開始了備戰。產經新聞雖然不及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但是它在日本全國的影響力也很高這篇文章發布於11月7號，主要的焦點就是中國剛剛服役的第3艘航空母艦福建艦。文章呢站在日本的戰略角度分析了福建艦對亞太地區的地緣影響、軍事影響內容呢一方面呢強調福建艦的服役對於中國海軍的現代化建設是一個標誌性的里程碑，另一方面文章整體的透露着強烈的反華的態度你不難發現日本注意到了福建艦對於中國海軍增強整體打擊能力的重要作用。主旨呢認為中國海軍在3航母的體制之下，只要是維持輪換、維護、訓練、作戰的平穩運行，確保隨時都有1艘航空母艦待命，那麼中國海軍的戰鬥力將非常可觀。文章還認為，雖然目前中國航母在數量上仍少於美國的11艘，但隨着未來美國航空母艦的逐漸退役，再加上中國有繼續建造004、005航空母艦的具體行動，那麼未來中美航母之間的對比很可能會來到了5:10。具體到未來福建艦的威脅是什麼？文章呢引用了某防衛省官員的看法，認為在台灣有事的前提下，一旦解放軍出動了那個航空母艦，那麼自衛隊必須配合美軍優先選擇將其擊沉，以消除威脅。同時呢，擊沉福建艦還能削弱解放軍用於在台灣發動2期登陸作戰的整體兵力，從而解台灣之圍這個也有人說呢，只是某個日本狂妄的防務省官員做出的一種兵棋推演和戰略性的假設但是呢，
這個說法啊，透露出日本對中國的敵意已經躍然紙上啊，看到了沒有？所以说中國一定要警惕这個事情，雖然他沒有這個能力，但是要警惕。那個日本的高市早苗好多的中國網友說，看着他怎麼那麼賤不囉嗦的呢？就像個雞婆一樣的實際上他是有着深層次的日本民族性的心理基礎的。這兩天大家都看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總是在和外國元首滿臉堆笑，摟摟抱抱。高市早苗這種症狀其實就是缺愛導致的壓抑，日本整個民族都陷入了100年壓抑。高市早苗一把年紀了，見誰都摟摟抱抱，不是被董王抱，就是抱人家智利總統。上次還故意偷偷挪椅子靠近印尼總統裝可愛，也不照照鏡子，土埋到脖子的人了，還總是一副银座女郎的作風，也不怕對面晚上回家做噩夢。知道的知道這是日本首相，不知道的還以為這是哪兒跑出來的媽媽桑呢。他年輕的時候從來就不是一個面相柔和、溫柔可愛、有親和力的人，反而稜角過於分明，面相狹長，眼神凶狠，渾身上下都是一副刻薄勁兒。到老了，在外交场合竟然演出了一副媚眼如絲的二皮臉。你看看日本人都壓抑成什麼樣了？這就是典型的日式壓抑，因為飢渴所以才壓抑。年輕的時候沒有才華，沒有魅力，沒有地位，沒有人寵愛和喜歡，在上司面前唯唯諾諾，在政治體系中當花瓶，天天戴着假面具逢場作戲，低三下四，卑躬屈膝，陪前輩們逗悶子。高市早苗年輕的時候還跑美國混過，在美國國會當過議員助理，穿着小西裝，伏低做小，跟着那些老白男跑來跑去，在伺候人方面身經百戰，經驗豐富。大家少年的時候都見過那種女性吧？因為沒有才華，沒有魅力，長得不好，一無是處，其實沒有什麼朋友，在女人裡面都不受歡迎，於是裝出一副豪爽潑辣、百無禁忌的樣子，專門往老男人堆裡扎，打造一個拿得起放得開的名聲。這就是錢鍾書講的蝙蝠，在鳥裡裝獸，在獸裡裝鳥，標榜一個與眾不同，既不是禽也不是獸。高市早苗也是個日本老拳師了，她的老公原本叫做山本拓。高市早苗為了得到女權的支持，竟然硬逼着老公改姓，現在叫做高市拓。沒孩子，打女權，沒有家庭倫理羈絆，還跑美國鍍過金，在海那邊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樣的人是豁出一切搏利益和地位的典型，給外界的印象就是一個可靠的白手套，完美的背鍋俠，很容易被政治勢力看上。他能上位，就是因為當年把前輩老男人們伺候好了，搭上了恩師安倍晉三這條船，才有了出人頭地的機會。不得不說，這開創了日本女政客的一條中南捷徑。但這種行為是違背並且壓抑天性的。一個人少年的時候沒有親情，青年的時候沒有愛情，中年的時候沒有家庭，只有所謂的事業和野心，把自己打造成徹底的政治標本，實際上是非常痛苦的。那些被壓抑的東西並不會消失，只會轉化成愈演愈烈、貪得無厭的飢渴。人年輕的時候越缺什麼，老了之後就越會強調什麼。高市早苗從政之後的各種逆天言論，就是對當年經歷的報復性發洩。今天他當上首相，在國際交往中擺出一副銀座作風的時候，同樣是報復性發洩，因為他壓抑啊。高市早苗的丈夫高市拓在2025年因為腦梗導致偏癱了，現在正在床上躺着，看着自己的首相夫人在國際上翻雲覆雨，摟摟這個抱抱那個，東西方通吃，這點福氣不小吧？這也是日本人的傳統文化，俗稱戰後社交禮儀。二戰結束後，一代日本女性就是被這樣培養出來的。她們一般都長着2張臉，在美國駐軍外國人面前一張臉，回家面對丈夫孩子又是一張臉。後來就逐漸發展成固定的社交表情，一邊是機械化无意義的假笑，一邊是木偶人翻白眼一樣的冷漠。高市早苗就是這類女性的代表，她的言論凶狠極端，是因為她根基淺薄，靠攀附權貴上位，沒有人真正尊重她、愛戴她，她也沒有什麼真本事可以服眾，更沒有什麼強力的後盾和真正有效的執政手段，他只能裝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樣子，發表各種逆天暴論，鼓吹 JIBA， 去迎合那些極端的日本民粹思潮。他對外谄媚，無底線取悅特朗普，量日本之物力，解董王之歡心。他在國際交往中身段柔軟，對智利、印尼領導人各種貼貼挨挨。一來是有求於人，希望得到對方的礦產資源，另一方面是壓抑的本性終於暴露，做回了自己。所以你看日本那些變態瘋狂的歷史就可以理解了，這樣的氛圍，這樣的民族性，不瘋才怪。
高市早苗在國會這個有一個態度，說那個如果兩岸有事兒，就是日本有事兒，日本可以行使自衛權啊，都没有对日本发动攻擊的那一方也可以發動攻擊。這個是很挑釁性的，這個他甚至比以前那個安倍講的台灣有事兒就日本有事還進一步，是吧？那麼現在看來呢，就是他內心的想法的一個直白的表露吧。原來呢，大家以為那個他是當了家以後啊，就做了首相以後啊，會收斂一點，會根據這個國家利益需要啊收斂一點。現在看來這個判斷不对，他還是非常就是任性啊，按照他自己的意識形態來做事儿。那麼我想一個直接原因呢，就第一就是他這個人個性就是很強的，很執着，跟安倍比吧，他要一個意識形態就更優一些，推行他意志的方式比安倍就更僵化吧。安倍比較靈活的一個人，這是一個解釋。還有一個解釋就是他執政了這麼一些天吧，應該講就是說他支持率不錯，好像是他執政以来日本股市表現挺好的，是吧？因為那個他是繼承安倍經濟學嘛，而日本的資本呢对安倍經濟學是很滿意的啊，所以股市表現不錯。還有一個就是支持率不錯，這是我有點沒想到。包括在這個 APEC 啊接待特朗普總統，他那個表現按照我們常人看是很過分嘛，有點谄媚那個姿態啊。但是好像日本的民眾啊，包括青年人都對他很肯定，覺得他是在維護日本利益嘛，所以他民意基礎不錯，再加上我前面講的性格原因、經驗原因啊，就出現了我們看到這個情況。那麼這不可避免的對這個中日關係下面的發展是很負面的嘛，就讓人很擔憂了。當然站在中國角度呢，也不用怕他，是吧？因為現在中日的國力是完全顛倒了。日本過去100多年比中國領先啊，其實也不是什麼特別複雜的一個事兒，就是日本這個民族應該講確實很善於學習，是吧？農業文明時代學習中國啊，學得不錯。工業文明時代學習西方也學得不錯啊，他確實很善於學習。那麼他近代欺負中國也因為他有工業技術優勢啊。但是這個我好像在很多地方講過，就是咱們國家工業化也已經成功了，是吧？这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那個成就啊。我們的工業化它政治上是完全獨立於西方的，不像日本工業化它受制於西方，尤其是受制於美國，对吧？另外就是規模，我們的規模太大了，对吧？這個工業化的基礎是工業，工業的核心是製造業。中國製造業截止到2024年已經連續15年世界第一了，而且跟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對吧？那個體系特別完整，所有的人類工業門類我們都有。現在看來創新能力也很好，中日再有衝突，那我想那個結果應該是反過來的，不是那個日本壓倒中國，是中國壓倒日本吧？對，所以呢，如果他那個頭腦不清楚、不自量力啊，介入中國的國家統一進程，那麼我想我們中國肯定會就此機會吧，對近代以來是吧，日本對中國犯下的罪行呢進行全面的清算。某種意義上講，那個很多中國人在等待這一天呢，對不對？而高市早苗這個立場非常有可能啊，把日本捲入那麼一個危險的境地。新賬老賬一塊兒算，這個日本呢，還有一些腦子不清楚的極右翼人士還盼望打第2場甲午海戰呢。中國的這個駐大阪的總領事薛健啊，對他們又發出了警告，說那些大談威慑中國和台灣危機等於日本危機的人，似乎抱有今天的中國和過去一樣的這種荒唐的想法。為了避免造成無法挽回的判斷失誤和盲目行動，我想告訴你們，你們對當前的形勢的理解大錯特錯了。你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是晚清的中國嗎？看看中國的海軍力量吧。而且薛健更進一步的指出，你們還敢叫囂对中國的戰爭？中國現在可以隨時對日本不宣而戰，而是
根据聯合國的法律，怎麼回事呢？這裡邊啊是這樣的，聯合國憲章裡邊啊規定了，為了防止侵略重演，主要約束德國、意大利、日本戰敗國的法律條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核心內容從國際法層面給了中國在一定情況下不需要安理會的授權，對日本採取合法軍事行動的權利，這就是敵國條款。還作呢日本，就是中國現在是法理上完全可以隨時對日本不宣而戰。德國你在歐洲你也別蹦躂啊！說起歐洲的這幫傻缺們，我就覺得這個普京啊實在是個大棒槌，政治上完全是個娘們兒啊！你要是把那個遠東的土地還給中國，中国給你幾個機械化那個合成鋁，你直接把歐洲荡平了多好啊！讓他們德國再一次在蘇聯的紅軍的蹂躪下哀嚎，多好啊！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